定力本师释迦牟尼，定力文殊之称，智慧永世，定力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亲友书啊。亲友书里面呢，就现在讲那个禅定的后面的有些教言，教具具足对治，不散之广大善法。在这里也就是说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哪些这个善法是功德大，哪些这个罪业呢过患大，主要在两个方面，通过这个5种方法来就是做了分析。那么下面用比喻来就是说明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些小小的罪业呢，就是不能摧毁就是大的善根。同样呢，反过来说，有一些大的这个或者有些小的这个善法，就是也不能摧毁就是大的这种这个罪恶。就是从两方面可以理解。宋词当中这样说的，这个叔娘啊，就是叔娘言转岁，扫岁味，非能改变恒河水，如是当知微小罪，无法摧毁大善根。也就是说呢，他这里有一个比喻。比如说，就是非常这个少的一些这个盐巴啊，就是或者一两啊、一斤啊，或者几斤啊，就是这么这个少的这个盐呢，如果它倒在一个少量的这个水里面。比如说1碗水或者1桶水，或者呢就是几斤水里面倒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马上的变成这个咸味了就马上呢就是有这个感觉，因为那个水比较少啊，就是这个盐呢就是马上可以这个改变它的这个原来的味道。如果这少的这个盐呢，就是倒在这个非常大的河流啊，就是像印度呢，就是4大河流之一的这个恒河。恒河呢，就是确实是到了印度以后，感觉到就是它特别大，因为印度的整个这个地方啊，就干旱比较这个严重，所以其他的许许多多的这个河流就全部都变成沙滩，就是没有就是真正，而且有些河流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沙漠当中呢，就是只是变成一条小溪，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恒河呢，就完全是不相同的，就是它特别大，就是所以这样的这种大河当中呢，如果我们加了一点这个盐呢，就是几斤盐呢，或者几两盐的话呢，那就是对它的味道啊，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任何的改变，就是。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可以说明，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就是造了一些这个小的这个罪业比如说口里面就是说一些妄语啊，或者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就闲谈的一些绮语啊等等，就是不管是佛制罪里面也好，这个自性罪里面也好，或者是佛制罪当中就是出家人的一些这个就是恶作啊，或者是一些多罪啊，那么这些呢虽然从它的本体上看的话呢，就确实是它是一种这个罪业，但是呢，它就并不能这个摧毁就是我们相续当中有非常大的一些善根比如说以这个前面这个发菩提心摄持，中间呢就是有无缘的这个智慧来摄持，最后呢就是有这个利益一切众生的慧相来摄持，以三速成来摄持的这些善根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的话呢，根本不会这个摧毁的就不会这个摧毁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也应该了解就是虽然有些这个小的罪业的话呢，也不会这个摧毁大善根平时我也在想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经常就是心里面就是产生了一些恶心或者是嗔恨心贪心嫉妒心就是会这个偶尔呢就是会这个出现的，但是它不会就是待的时间是特别长的，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学过这方面的一些经论，就是也修炼过一段时间，这样之后呢，这种恶心呢马上认识之后呢，尽量的想办法就是对治，就是
所以他在相续当中带领的时间呢，并不是很长的。而其他的有些善法呢，就是我们平时也不管是这个修得好也好，修得不好也好，还是从早到晚呢，就是自己从这个年轻到这个老年之间呢，一直是把自己的心的这种方向呢，就是已经定准为心慈善法方面。所以有时候看到呢，好像我们心慈善法的时间呢就比较这个长啊。比如说听课的话呢，听一节课呢就是起码要1个小时，然后吵架的话呢，就是我不需要可能就是每天都是1个小时1个小时的给别人吵架，就是所以有时候看到还是有一点这个希望，就尤其是我们呢就是发了这个大乘的这种菩提心，就是如果真正相续当中升起了这样的这个菩提心的话呢，就是那他的这个功德呢是无量无边的，一般的一些小小的这个罪业呢，就是也不能摧毁它。比如说像涅槃经里面呢，就是说过，就是何人依察了观修菩提心呢？就是何人依察了观修菩提心，彼之诸佛的佛陀不能量啊，就是他的这种福德的话呢，就是连佛陀也是以这个智慧来不可衡量的，就是非常大的。因此菩提心这样的这个所摄的这些善根的话呢，可以说它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呢，也可以这个摧毁，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大的这个罪业，不要说是轻微的一些这个罪业啊，是非常这个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杀生啊，就或者说是一些那个造的这个无物见罪啊，诸如此类的这些罪业的话呢，就是也会就是毁掉的啊。就我们前面也讲过，菩提心如摩羯火，刹那轮回诸罪恶啊，就是诸重罪吧，就说的是重罪啊，就很重的这些罪业的话呢，就是在一刹那间当中也可以这个摧毁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有些这个罪业的话呢，就是也就可以说是不能就是摧毁，就是非常这个广大的这个空性智慧所摄持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真正是利益众生的大悲菩提心所摄持啊，那这些呢就是绝对不会的啊，就是皮肤含大树，可小不自量，就是以前唐代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词吧，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词，就是一般这个就是皮肤的话呢，就是指的是那个蚂蚁啊，就是小小的蚂蚁。那就是它不可能撼动这个参天大树，就是这是自不量力的非常可笑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非常微小的一些罪业呢，真正要摧毁我们相续当中的比如说这个以出离心所摄持的啊，或者呢就是我们就是牵涉到这个利益众生的一些大善根，或者呢就是愿这个佛陀的啊，就愿三宝的这些广大无边的这些善根的话呢，不容易这个摧毁。因此我们在座的有些修行人的话呢，经常也不要就是特别的担忧啊，我好像死了以后的话呢，唯一的这个途径呢只有恶趣，就因为我的相续当中呢，天天产生那个恶性啊。其实我们有凡夫人呢，有时候可能产生恶性的，但是呢，有时候呢也有这个产生这个善性啊，就是善性呢，有时候啊就是也生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所以说呢，我想呢，我们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自己有一种信心，就是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很多善法呢就是也不能就是正常的。所以按照这个戒律里面的话呢，我们临死的时候呢，就自己心里面想，我的罪业呢就是全部清净了，而我的善法呢就是不断的在增长，在这样的一瞬间的这个善的念头当中，如果你断气的话呢，就是会这个断除一切的这种罪业，而往生到清净刹土。所以说是这些这个窍诀呢，就是也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想到就是这样的这个功德。讲一个宋词呢，说这个尤其断除等次之障法啊，就是就我们这个等次或者禅定的障碍呢，就是有5种这个法，雕具后悔与害心，昏睡贪欲及怀疑，当知此当5种障，乃多三才之道非。那么我们修行禅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有5种这个障碍，有些经论里面呢就是叫这个五盖啊，就是因为覆盖就是自性和覆盖三法，就是所以说叫这个五盖。那么这5盖呢，就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善法、禅定啊、智慧啊，以及呢就是包括这个就是三藏啊，就是三藏就是学处呢有很大的这个障碍。怎么有障碍呢？它这里面就是
就是讲书签是这个调句。所谓的调句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心思啊，就是三乱的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啊，就是五境，就是六境方面呢，就是抑制这个三乱，就是不能呢，就是收回来，就是看见就是这个美的色法的时候呢，又淡着它；听到就是动听的声音的时候呢，又去淡着它，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心呢，一直就是闪射到这个外境上面，就是这叫做是调句。而后悔的话呢，自己在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啊，就是一段的这个经历呢，就是始终是淡着它，而且以前所做的有些事情呢，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是不能就是想得开，就是一直就心里面忐忑不安，就是淡着它，执着它。其实这两者呢，就也就是说，对这个外面的三乱方面呢，就是完全是这个本体是相同的。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安立为就是一个障碍，就是调句，就是后悔啊，就是调会，就是所以它呢，就是安立为这个一个障碍，就是这个障碍呢，其实我们禅定的时候啊，有很大的这个障碍。为什么呢？就有些人呢，就坐禅，正在坐禅的时候呢，听到就是旁边有个声音，就马上就是心专注到那里，或者看见一个东西，或者呢，就是隔壁炒菜的时候呢，就马上想到好像就是开始这个心呢就产生这样的这种念头，或者呢，你就在真正该安住的时候不安住，就是以前的一些我以前在这个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某某人对我如何如何啊，就是恨他，在一边就是这个做餐，就是然后一边呢就开始对别人就是产生这个各种这个恶念，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这是一种障碍。然后第二种障碍呢，就是说这个害信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害信的话呢，指的嗔恚啊，就嗔恚呢，对不愿意的对境就是产生，就是激起这个不平的这种愤恨之心，也就是说是升起这个嗔心。你正在做餐的时候呢，想起了就是别人对我的这个不公平，好像我的钱偷了，或者是对我说过什么什么话，就是然后对他就是耿耿于怀，就是这是第二种障碍，就是确实餐厅当中也经常会这个出现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昏睡。就昏睡，如果我们分开的话呢，昏沉和睡眠。昏沉的话呢，自己的这种这个心事啊，就是心事呢，就是一直就是不能就是入于这个禅定当中，而里面呢就开始沉重的累数的就觉得呢就是昏昏欲睡，就是好像有一种不知不觉的是就大瞌睡那样的，也不是真正的瞌睡这种。然后睡眠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的这个六根啊，五根的话呢，就是全部就不能就是在外面。今天谁考试里面说是六根关闭什么？所以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呢，就所有的这个根识呢，就是内说。其实这两者的话呢，就是心识这个内说有一种沉重昏沉的感觉。然后入禅定的时候呢，都不能这个入的不能这个修的。我们有时候刚刚吃完饭以后，就是坐禅呢，就是结果呢，就是大瞌睡或者昏沉就马上把头的是开始往前，就是怎么说就是一直这个就是大瞌睡，就是这种也是一种这个障碍，就是这是第三种障碍。然后第四种障碍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怀这是还有贪欲。贪欲的话呢对人也好，对财物也好，因为我们欲界众生的话呢，一般就是贪心和嗔心是比较严重的，让你正在这个入座的时候呢，对你某某予意的对境呢，心里面就是自然而然现前，然后对他的这个形象对他的功德进行惦着，就进行淡着着，这就是这个贪欲，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修行当中的一大障碍。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怀疑我这样修起的话呢，到底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过我现在修的是不是修错了，或者是上师和佛陀给我讲的这些道理呢，到底是对这个自己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解脱的利益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疑惑三心而疑呢，会这个出现的。其实这五种的话呢，我们有关经论当中都说是五改，或者是这个五大障碍。怎么障碍的话呢？因为有了这几个障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相续当中辛辛苦苦的积累了一些这个上面所讲的身在器材，就是包括这个信心惭愧就是这些功德方面的这些三才的话呢，就是他们都这个有些是当面就是强着的，有些是背后偷着的，就是所以呢，就实践的这个盗匪和那个强盗就没有什么差别的。实际
前的有些强盗的话呢，他明明看见你的财物的时候呢，就是他拼命的，就是从你的手里面就是斗着的；或者有些小偷的话呢，就是悄悄的，就是你这不知不觉的时候呢，就是将把你的这个财产偷走了。同样的道理，上面这5种啊，其实我们平时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感觉得到，如果你产生嗔恨心、产生贪心的话呢，有些可能自己也发现得到，就是今天我就是产生了这个嗔恨心，确实我的这个善根呢被他嗔恨心已经夺住了。有些呢可能悄悄的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慢慢自己的修行就是退失。原来呢你还是有各方面的这个信心啊、财富啊各方面，但是慢慢就是自己全部已经倒退了。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可怕的一种这个强盗啊，就很多修行人呢害怕就是自己家里面就是会不会入一些贼啊，就每次都是把门关的这个静静的，然后就家里面睡觉的时候的是也东听西听，是不是猫在叫，是不是有人小偷啊，就一直这样听着。其实如果真正是贼就进到你的这个屋子里面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也不是很这个可怕的，因为呢最多是你的这个存款呢存款单呢，或者是最多是你的家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他拿走了，他根本不可能是你生生世世的这个有用的这些财富呢，就是全部拿走的，就是他最多呢把你的这个家里面的东西，就像以前弥勒日巴尊者，就是他在那个什么这个白崖山洞里面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小偷，就是晚上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冬天的晚上，然后他在偷偷摸摸，就是后来就说弥勒日巴在山洞里面哈哈大笑，就是他说我白天的时候摸索也是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你怎么这个半夜3更的时候这么黑的青黑一片的山洞里面你还能找到东西啊？真正的修行人就像他一样的，就是家里面就是即使门开着，以前盖东派的很多这个什么这个修行人呢，就门长期的是开着的。我看汉地的很多茅棚也是这样的，一般不担心，就是因为里面什么就是东西都是没有的，就是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抢的，就是所以小偷来了也是无所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修行人，现在的有些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是不行的，就是一个铁门、1层铁门、2层铁门，就是然后再还要这个多少的，就非常担心，就是家里面的东西被拉跑了，就这样一个心理不平衡。其实我们修行人来讲，是最可怕的就是小偷呢，就是上面所讲的，就是钓具啊、后悔啊、贪欲啊，他们呢就是公开或不公开的时候呢，将我们这个积累的这些三宝的这个财产呢，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身子器材当中的这些非常贵重的这个物品的话呢，就是他们会盗走或者是抢走的。所以每一个修行人呢，经常也是应该用正知正念的这个铁门也好，防护了什么样的这种这个防护的这种方法和措施呢，就是应该要这个实施。否则的话呢，的确也是很多修行人刚开始的时候的很不错的就是自己确实积累了很多的这种这个财富。后来的话呢，因为就是不知不觉的这些盗贼呢，就已经入了你的这种这个宝库里面。后来就自己也是就是确实这个就空一片，就是一无所有，就也有这样的这个下场。就是所以说呢，大家也应该就是注意。这是第2个颂词。然后下面呢，我们就是讲这个智慧就六度里面的就是讲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分2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是略所心当这个无根者到本体，还有第2个呢就讲这个光所正念当智慧。首先第一则也分为2个方面的就是玄所引起之心当和以对之缩短之方式前出较劲首先，说这个应该我们要这个修持智慧的时候，首先呢要因为智慧的话呢，有实践的智慧和出实践的智慧，而出实践的智慧的话呢，在我们相续当中一定要产生一些道的这个功德。大家都知道，道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一般实践人是没有的。出实践的这些神者和出实践者呢，就相续当中居住的。所以我们这个道呢，就是一般都是资粮道、加行道、间道、修道，就是这样来分的。然后资粮道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应该说是自己就是像这个如意资粮道，就是要积累资粮。这个我们相关专论当中也是会光讲的，就是我们这里就是不光说。然后现在我们在这里修持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知道是这个加行道的这个修行就是要作者呢就是劝我们要这个升起智慧。升起智慧的话呢，就是要
接近出世间的道就是嘉兴道。这个嘉兴道的有些功德呢，一定要在我们相续当中就是会这个具足的。当然，我们资粮道和凡夫位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功德呢也是以这个相似的方式来在就自己会拥有的。那么这里面是这样说的：行行精进以正念，等此智慧，身法为，当请于此成立根，乃为定位之本体。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非常需要的就是有5种这个功德，也可以说是5根或者是这个5理啊。那么这5根的话呢，作为每一个修行人僧者呢，就是最后一定要就是得到的啊。我们刚才说是我们的这个财富呢，就是不能被盗贼就是偷掉，就是那么什么财富呢？就像是这些这个财富呢，也是一种善法方面的最好的一个就是工具或者是这个手段。信心和精进，我们这里就是讲的这个第一个是信心啊，也就是说希求这个解脱、希求真谛的这种这个渴求心啊，就是叫做这个信心。其实信心呢，就是一切道的这个根本，就是《华严经》里面也说了，行为道言功德，怎么增长一切诸善法，就是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一切功德的这个根本，一切功德的这个来源呢，依靠它可以增长的。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呢，虽然有智慧，虽然很精进，但是呢，就是你不会入门的。因此，为什么讲人生难得的时候，也是这个信心呢？就是在这个无圆满当中是最根本的一个啊。就很多人也的确，我经常这样想啊，就是现在的一些这个科学家也好，有些这个知识分子啊，从他的智慧上面呢讲，完全可以就是懂到一些佛教的这个基本道理，可是他呢没有这个信心的缘分，所以这个信心呢，对每个人来讲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我们要有信这一条，就是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完全是依靠一些学术啊，或者依靠一些理解啊，在这样的话呢，就自相续的这个智慧呢，就不一定会真正是这个如意，就是道德，就是所以就是佛法大海心什么这个心为能入啊，就佛法大海心为能入，智为能度，就是以前在那个应该大智度论里面啊，就是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佛法的大海呢，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的话，那就是不可能就是入于佛法。就像我们没有这个船只的话，那就是你要越过这个大海，就绝对不可能的。首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这个信心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然后有了信心呢，你不仅仅呢就光是这个有一点这个信心也不行的，一定要对这个善法呢就是有强烈的欢喜心、意乐心，就是从自己的这个深刻意当中呢，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勤奋啊，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精勤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以身知己为亲，所以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生当中的很多的这种行为啊，很多的这种成功呢，就是其实这个精进是不能离开的啊。就如果没有精进的话呢，那不要说是这个出世间的这些佛法的入海功德，就是世间的一般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呢，你不说别的，就是你要卖面包啊，或者是你卖这个凉粉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做一个生意也是没有精进的话呢，是不行的，就是你天天的是突然天天的是这个睡懒觉，就是也不能这个成功的。所以这个精进呢，是第二个这个功德。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善法方面，就是始终都是不能这个忘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正念啊，就你今天就是信一次，从此之后再也不管了，肯定不行的啊！我是一个修行人，我必须要修持这个法，始终都是有念念不忘的一种这个正念来这个守护着啊！就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等次啊，等次的话呢，就是对意愿的专注，你所愿对境。你这个不管是修这个菩提心也好，修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观相也好，就是你的这个心呢，就是不被外境这个所扰乱，而一心专注这个意愿。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智慧。智慧的话呢，你能这个辨别，就是去舍善恶，或者说是这个过患功德，以及呢就是真和假的，就是这些方方面面的这种这个取舍呢，就是一定要通过
智慧来辨别。如果你的智慧不具足的话呢，恐怕很多这个修行呢，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不让这个成功的。为什么实践当中呢，很多这个大成就者呢，就是让这个成功修行，很多愚者呢不能成功呢？因为是大成就者是具有这个殊胜的智慧来这个进行取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清楚，就是这上面所讲到的这个5种啊，就5种殊胜的法。那么这5种殊胜的法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精勤的，并不是把它停留在这个口头上，或者说是以这个心想上，因为呢，它就是真正让我们能获得了这个超离生死轮回的圣道的智解印啊，就是圣道的这个智解印。因此呢，就是一定要就精勤。而这5种法呢，就是其实在不同的这个道位啊，都有不同的这个案例。比如说，他在这个神法位。它在这个鸾位和定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是这个无根啊。为什么叫无根呢？它对一切的这些这个功德呢，就是可以运入自用，可以呢就是不会这个退转，因此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无根。然后呢，我们这个也可以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无理，就是5种理。5种理呢就是在这个人位和这个身法位啊，人位和身法位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唯品呢，它的这个唯品过患呢，就是不被摧毁，不会摧毁它的力量是极其这个强大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可以称之为叫做是这个无理，就是这个无理啊。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无根和无理啊，就是无根和无理呢，就是其实不同的这个道位上的这个功德来案例的，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这几个功德。那么这几个呢，在我们实践当中啊，就应该说是在被动摇的3根里面它是最顶峰的，最上面的，因此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定位的本体，就是有很多人是这样解释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包括我们这里面这个讲义里面的一些解释的话呢，就是这几个法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道位的这种智啊，就是道位的什么嘉信道的这个嘉信道的这个定位的智慧。但嘉信道的定位的智慧呢，有些论思呢，就是认为是不太这个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嘉信道的定位的智慧的话，还有剩下人为啊，还有那个鸾位啊，以及这个身法位啊，就是这些都没有这个讲的。所以说呢，应该把它解释为啊，就是在我们实践的这个有路的，或在东亚的这个3根当中的话呢，我们上面所讲到的这个心性啊、精进啊、念啊、定啊、慧啊，就是这5种法呢，就是其实是最上等的。因此我们平时呢修行的时候，也是大家应该想一想自己具不具足心性啊，就心性具足，然后看自己具不具足精进，精进也具足，然后呢就是看自己呢就是具不具足真念，然后这个禅定和智慧啊，如果真正这几样具足的话呢，那就希望啊，就有希望，就超离这个生死轮回。其实我们这里道友当中啊，有些确实是，也许是前世的福报，或者是今世的自己通过努力的这个修法，就好像这样样都是非常这个具足一样。就看他信心呢，从表情上也看得出来，就是对3法方面很有信心的。然后精进呢，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困难的事，一直精进的这个修持。而正念的话呢，也经常就是观察自己的身口意，经常呢就是向着自己所做的这个善法，就是正念也具足。同时呢，自己任何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任何入定的时候，包括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心一直这个专注，念念不忘，就是一直安住于你所做的这个善法上面。同时，这个智慧呢也相当不错的。有些人呢，真的具足在这个无养，就是5种功德。如果你这样具足的话呢，虽然现在不是真正的圣者，但是呢，对圣者的这种这个因缘呢，非常这个切近的啊，非常呢就是切合。为什么呢？因为圣者不管是哪一个圣者，肯定到了这个过位的时候呢，都会这个具足啊。一个是圣者呢，就是他没有一点信心的这样圣者有没有呢？不可能的啊。就我们也所认识的这些高僧大德，真的在我们一些这个人群当中呢，就是绝对是我们所认识的，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大德的话呢，就是这些功德都会具足的。可是我们世间人最下劣的、最低劣的一些这个像屠夫啊，就下贱者的话呢，这些功德里面一样的不具足，信心也没有，智慧也没有，禅定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呢，我们就平时啊，就大家应该
非常清楚，就是自己呢对这个神者的过位呢，就是接近还是遥远啊，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态和行为呢，就也可以衡量，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在你的这个修道的这个境界就是多高啊，就这方面呢，希望以往要这个平时观察自己，就是看如果自己有了这些善根的话呢，也经常啊就不要被这个前面所讲到的我们这个五种障碍的这些导致啊，就是会这个就是就拉跑，就是应该自己呢，就是好好的这个维护啊。其实有些修行者啊，就是他还是有这个防护的这种能力比较强啊，就是这个就是方便方法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虽然自己所积累的这种财富都不是很多的，但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说啊，就是防护的措施就是非常这个严谨，就这样以后呢，就是自己在修道过程当中始终是不会就是退转。其实我们修行路呢是一个满满的人生这个就是倡导，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一些强盗啊、小贼啊，还有一些就是就各种的这种这个贪图不满、坎坷啊，就有很多很多的违缘和一些这个障碍。但有一些这个有坚强的、有方法的这样的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违缘全部这个抛弃，就是最后呢，就是自己会到达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目标，就是也就是说是光明安乐的这个进驻。然后下一个以对之所短方式就前除较紧，丙恼四季爱别离，如此业绩无所着，如是凡夫视为者，必对智门不较紧。那么下面呢，就是有国王让他也不要这个生气傲慢心，在情有书里面呢提的比较多就是一会儿说国王不要傲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般当官的人的话呢，就是自己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傲慢，就是傲气十足，所以龙门菩萨呢，就是也许可能看得出来，就是罗姓国王有时候呢，就是觉得是他自己特别好看，就好像在人群当中认为是我是最好看的人，有时候呢，就是认为是我的这个财富是最多的，有时候呢认为是我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我是这个人中之王就是罗信勇，他对这个自己的地位、权势等等，可能这个傲慢心比较强，就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一直说他，就是你不要骄傲。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实践里面呢就其实这个人要就是产生傲慢的时候呢，就是最好的这个办法要向到这个生老死病的痛苦。我们首先就是看看，就是每一个人呢，就是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就是这个非常这个清楚的，然后就是住在这个实践里面呢，也即使产生了就是机器的这种这个各种四大不调的这个痛苦就是那么你四大不调的时候呢，就是这种这个叫苦连天的就是残忍这个场面的话呢，就是谁也会就是觉得是难受，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你光是有一种这个生和这个什么这个病的这个痛苦，没有其他的痛苦的也是算可以的，可是也并不是每个人你的这个青春你的这种年龄就是再怎么样这个非常的这种这个魅力，但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也是抵不过就是这个岁月的这种这个流逝就是最后呢就是变成这个就是衰老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以前你年轻的时候再怎么样好看，再怎么样强壮最后的话呢就是也是就变成机器出炉者就机器出炉者。同时呢，我们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呢，不愿意离开的呢，就开始这个离开了，而不愿意结束的呢，就是经常是落到自己的这种头上等等，就是各种的这种痛苦就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就是知道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许许多多的这个生老死病的痛苦的了解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呢，就是不会骄傲的我毕竟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我再美再怎么样的话呢，也是只不过是与这些人就是一样
样的。我都有时候像现在世界上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赛啊，就是包括有一些所谓的世界选美啊，就是很多人。但实际上呢，你如果真正是世界冠军，也是其实你的这个身体呢，也是跟这个一般的这个人的身体没有什么差别。而你再过几十年以后的话呢，也是跟我们世界的人就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动到这个生老死病的这种场面，或者是他的情景的话呢，你心里面呢，就是不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傲慢，就是所以说呢，你要想到就是这些所有的生老死病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呢，其实我们前世的时候自己也是在轮回当中呢造了就是专生这个什么这个六道当中的这些因啊，就是我们亲自会造过的。因为亲自造了这样的六道之因呢，我们现在就是感受，暂时呢好像觉得是自己在方方面面呢就是也这个超过别人，就是觉得是很了不起。其实你真正要了解他的本体的时候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可信的包括就是我的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就是这变成这个非常了不起的这种就是胎子的时候，他也是在巡游的过程当中呢，就看见了就是别人的这种衰老、别人的疾病、别人的死亡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痛苦过后呢，就是对这个就是轮回啊，就是产生了极大的厌离心，然后呢，就是寻求就是解脱之路的这个出家。所以呢，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也可以了解到，就是应该就是好好的观察。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想的然后实际的呢，就是完全是相违的。人王经里面也说了，就是生老死病啊，生老死病呢，始于愿位，就是意思就是说，生老死病呢，其实这样的这个事情与我们的这个向往，与我们的这个想法呢，完全是相违的。我们呢，就是认为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好像有财富的，有这个快乐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圆满呢，就是自己就是绝对是拥有。其实你一旦经过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那这些就是自己认为是自私，就是十全十美的，其实呢就是全部是一种这个妄想而已所以呢，你这样的这种这个傲慢呢，就是可以摧毁的。唯识论里面说是所谓的慢呢，就是叫这个高居为心，就是自己觉得是自己很了不起的，就是高高在上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本性的话呢，就是会掉的就是不会有的。就像萧敬注里面呢说是无礼为教，就是所谓的这个教呢，就是其实是对别人不愿意就是恭敬，不愿意呢就是对他进行这个礼貌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也好，行为也好，这个叫做是这个骄傲，就是骄慢。但是这样的这个骄慢呢，如果你一旦真正知道是这个轮回呢，就是只不过是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人生的演习而已。其实我只不过呢暂时在这里就是表演，就是过一段时间呢，就是我现在演的这个戏呢，就是也会就是一片就是这个落空，一片就是苍白，就是会这样想的。有时候我们经常也可能这样想，比如说现在这个国家的一些领导也好，实践当中的一些大富翁他们呢自己觉得是好像自己这个人生当中演的角色是最精彩的，就是因为我有钱，因为我有轿车，因为我有地位，他自己呢好像在人群当中呢就是觉得是高高在上。其实如果你真正动到了生老死病，或者是我们这个广大无垠的这个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人的这个生存灭亡这些历史也好，这些无常的观念全部你了如指掌的时候呢，自己也只不过是就是在这里面一个小小的蚂蚁而已，就这个没有什么的你蚂蚁里面的有一个小蚂蚁就是黑色的，它就唱着歌我就是在你们蚂蚁当中是最了不起的，你看看我的这个财富就是我这个蚂蚁洞里面有好多的草叶子有好多的小小的虫的尸体你看我现在呢就是再也不抽了，就是我也不会求别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别的蚂蚁或者是我们看见的话呢，就是觉得不值得，就是你不要特别的傲慢，就是过一段时间下冰雹的时候，你这个大蚂蚁或者是你这个呢也会变成这个无常的。所以我们人间的很多的真正的一些得失顺遂很多的一些情况了解的话呢，自相续当中也不会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你没有这方面的教育的话呢，我们也经常遇到过一些有些是人就是长得比较好看，就是觉得是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唯一的天女就是然后或者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是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钱就是然后财
夫啊，就觉得好像在这个所有的人里面呢，就是我是这个第一，就特别了不起，就是其实呢。真正懂到了一些佛教的真理的时候呢，包括这个罗姓国王在内的人呢，就是都不会生气傲慢的。因此呢，就是在这个修行里面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摧毁傲慢，就是没有这个摧毁傲慢的话呢，我们。的智慧也好，禅定也好，都这个用不上的。有时候我也这样想，虽然我们现在啊，就有些人啊，就是智慧和一些禅定境界非常不错的，可是真正的现在一些大成就者啊，就是有些修行人相比较起来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了不起的。因此呢，大家也应该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即使你的前世的福报或者是暂时的一些因缘得了一份就是超人的一些这个功德，但自己呢就是不应该以此而这个升起骄傲之心。下面就是讲那个就是光速啊，就是光速真念等智慧呢，分两个方面，就是这个玄俗有集一切三法自念根本是智慧。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真实玄俗具智慧之道。首先第一个也分为两个方面，就是其中呢，就是第一则就是说增上生和决定生之根本是世间真见。若求三取即欲解脱，理当修习出是真见。若持谢见中信善，也具难人之苦果。这个寄送啊，就非常的重要。可能我们很多的一些老修行人都知道是法王如意宝啊，就经常呢就是引用这个教程来，教诫大家在这个行持护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世间真见。那么这里宋子桑的意思呢，假设说我们自己啊。不愿意就是像获得了这个人天福报，以及呢，就是三大这个解脱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就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因为你呢，不这个想获得这个将来的快乐啊，就暂时和究竟的快乐都不愿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谈论了。如果你是真正是向那个希求暂时的人天就是快乐和究竟的就是这个声闻缘觉佛菩萨的这种果位啊。是这个寂灭安乐的深深这个涅槃的话呢，那就是一定要就是具足这个世间真见啊，就是具足这个世间真见。那么所谓的世间真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就是对这个三法有善果啊，就是乐果；恶法呢，就是有这个苦果啊，也就是说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呢，就是三宝啊、四谛啊、缘起啊等等，就是这些神法呢，就是有种这个强烈的这个信心啊，就是起码都是要相信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世间真见啊，就世间真见呢，也就是说呢。就是你在这个事件当中就知道是释迦牟尼佛是存在，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呢，就完全都是这个合理的、正确的，这样的一种符合世间名言的一种正见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世间真见。也有一些其他论师呢，就是说是我们要懂得了这个一切万法皆空的这种道理也是世间真见。就是可能不同的宗派呢，他们对这个僧义见解的一些认识不同，就是也有这样解释方法。但是我们呢，一般都是要将这个所谓的世间真见呢，起码都是对这个善法有一种特别正确的见解，就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你不记住这一点的话呢，那么即使你信持善法，就是你如果谢见，也就是说谢见呢，三宝不承认的，然后呢业因果也不承认，六道轮回也不承认，人生难得也不承认，这样的这种这个持谢见者的话呢，那么即使你表面上呢天天念咒语讲经说法、转绕经论以及呢就是放生当种种的一些这个善法，在别人面前呢就是好像你搞得特别的就是隆重，非常了不起。实际上呢，你因为相续当中持有谢见了，你的所作所为呢就是不一定是真正成为这个解脱之道，反而呢就是你在这个
地狱恶鬼旁生当中感受难忍之这个痛苦。所以我们以前呢，就是应该在《帮忙论释》当中啊，也引用就是一些教证，就是世间大正见随者亦拥有啊，就世间大正见随者亦拥有，比喻千劫中也不忘恶趣。就世间的这些正见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拥有的话呢，那么他在1000个界里面呢，绝对不会就是这个前往地狱恶鬼旁生。所以我们上师说一宝以前为什么是要讲那个百亿经呢？以百亿经的这个因果正见呢，让大家就是建立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正确的这个见解。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呢，那其他的更高的一些什么这个禅宗的明心见性啊，就净土宗的往生极乐世界啊，或者是说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大圆满、大殊印等等诸如此类的非常这个高深的这些见解呢，就是对你来讲也是绝对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就是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就是打好这个非常稳固的这样的这个基础呢，就非常这个必要的。因为现在有些人呢，表面上看呢，好像有一定的这个智慧啊，你在这个不断的这个闻思修行，可是你相续当中呢，没有因果正见的话呢，那你到时候啊，很容易就是诽谤这个三宝啊。据说有些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包括以前出过家的，然后呢，就后来呢，就还俗了，还俗以后呢，就是信邪见，信邪见之后的话呢，就是连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不承认，就是而且也写了一些书啊，就诽谤三宝，就是也有这样的特别可怕的人啊。这些人的话呢，真的是直接或者是间接这个毁灭佛法，就是对这个佛法来讲呢，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损失啊。因为在这个文革期间呢，在那个时候的话呢，虽然有一些愚者呢，就是到寺院里面去摧毁佛像啊、烧经书啊，造了很多业，但是整个佛法呢，就是没有这个受到特别严重的这个损害。而有些人他现在造论啊，就是通过这个因为他的似是而非的一些智慧啊，他也基本上学过啊，就是这个密宗里面怎么讲的，显宗里面怎么讲的，然后应用这些这个法语，应用这些俗语来开始去进行这个就是诽谤的话呢，好像没有这个智慧的人呢，就是很容易就是觉得是他对的说的是这是对的，这就是我们密宗的名词，这就是我们净土宗的专用的名词啊。他说的是应该是很对，尤其是现在我们末法时代的时候，众生就已经到了这个无着里面的间接着啊。间接着，什么叫间接着呢？因为众生的这个见解啊，就是特别的低劣啊，就像空性见呢、无常见呢，好的这些见解呢，一般我们人的相续当中很难以立得起来啊，就是不可能你敢建议，更不可能就非常这个容易呢就生得起来的。而一些不好的这个短见呢、邪见呢，以及呢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邪道的这种见解的话呢，在我们相续当中就是非常容易就是立得起来，这叫做是这个什么叫这个见住啊，就是因为见解的话呢特别住。以前呢，就像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众生都是有就是自然的，也是这个本身的是他具足这个正见的，就是很容易呢就是产生那个正见的。说我们现在呢，就是真正要具足这个正见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什么这个真见脑骨逆住妄见，就是以前在那个华严经当中啊，就真见脑骨的话呢，就是远离一切的这种妄见，就是虚见、虚伪的这些见解呢，就是全部会这个去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实践当中的真正具有正见的，远离一切颠倒见的啊，就是这种这个见解呢，就是很少的啊。就《深满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这个非颠倒见啊，非颠倒见是名正见。就是不是这个颠倒见呢，就叫做是这个真见的。但是这样的这个真见呢，就是的确我们所接触的很多人当中啊，也不是只是特别多的，一会儿生邪见，一会儿生偏见，一会儿生那个各种恶见呢，很容易的让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就是什么这个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精力啊，想办法让大家相续当中产生正见呢，还是很费力的，就是很困难的。所以呢，我的最近呢，就是看我们这里很多的道友啊，讲那个中观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心里面有这个欢喜心。为什么呢？他们真的好像懂到了佛陀的一些缘起这个空性的一些道理啊。如果你真正懂了的话呢，
就是这辈子不要说啊，就是来世世的不会这个退转。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见解呢，已经就是动到了就是复活世纪真理的这种这个就是复活世纪真理的这种真相，就完全已经动到了。你动到了过后的话呢，你不会这个退的。可是很多人呢，你也没有这个真正进入到里面，然后呢，就好像不动的话呢，也稍微动一点啊。中国里面讲的是空性，什么业因果、三有三宝，稍微动一点，但是呢，自己也是没有就真实的动。摩诃仁波切说的是，这是一种这个小聪明啊，就是小聪明的话呢，稍微动一点，但是呢，你没有这个真正学进去的这些人呢，就是最危险的、最可怕的。因此，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就包括一些这个居士的话呢，希望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自己的智慧呢，就是融入到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育当中。佛陀的这种教诲的话呢，根本不会有任何错的。可是我们的智慧呢，有时候是跟不上它，就中间呢产生邪见，然后呢就是帮这个帮那个，最后呢连自己实践真见也没有。实践真见的基础没有的话呢，那你更高的一些这个境界呢，就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这个冰上这个建筑啊，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纸上谈兵而已，就是非常可笑的。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值得重视。然后下一个宋词呢，就是决定生之根本呐，就是处世间真见啊，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世间真见呢，就是因果真见，叫这个世间真见。其实这个亲友书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啊，确实非常重要。我非常希望呢，我们就是在座的各位都应该背下来。背完了之后呢，就是不要轻易这个忘记。我们做前天学院的这个选举这个刊博的时候呢，有一个刊博呢，就是大概是这个接近70岁了，但是他呢，以前年轻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些，包括亲友书啊，很多背诵的话呢，他现在也是每天都在背，就是每天都在念，所以我们那天就是开这个法师会议的时候呢，我都这个非常的赞叹他的精神啊，因为现在可能60、70岁的话呢，我们有些道友的话，虽然以前年轻的时候背过一遍，然后一直这个认出去，可是有些人的这种善根啊，极其的深厚，他一直不断的这个传习，所以呢，我也这个希望我们这里很多人呢，就是到这个现在呢，就是可能很多人的愣背亲友书，但是你背一遍就不行的，这个善法是要长期，就像我们吃饭一样的，你吃饭一天断了也是不行的，一定要就是长期的，就是在这个熏陶在这样的这个善法海洋当中，否则的话呢，我们凡夫人的心细气度是根深蒂固的，恶法方面的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兴趣的，善法方面呢，就是有一点点的话呢，就像爬山一样，就是很费力的，很费劲的。即使你爬几步也是最后这个喘息啊，就是最后那个觉得很累啊，就是有这种感觉。因此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所谓的世间真见，就是要这个记住，否则的话呢，现在名称上呢，就是学佛皈依的人是这个非常多的，可是真正已经皈了依的，真正已经懂到佛法的人呢，并不是很多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要就是停留在一个名相上，就是名相上的话呢，虽然有一个稍稍的功德，但是意义不大的，因为遇到一个外缘，遇到一个稍稍的这种就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它就像墙上的芦苇一样，就是动来动去，最后的话呢，就是释怀自他啊，就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下面就是想决定生的根本，就是处世间艰难，当知人本无安乐，无常无我不清净，为一念此之众生，色颠倒见即祸根。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也是讲的那个处世间艰难，就是处世间艰难，主要是讲的这个四种颠倒，就是四种颠倒的话呢，就是断除，然后呢就是四种正见呢，就是一定要相续当中升起来。刚才我们讲的呢，就是世间的这个正道，其实世间正道呢，就是还有在其他的一些论点里面呢，就是讲的是它是一切的这种三法的这个根本啊，就是也是这个基础。宁会犯失罗不是坏真见，就是四百论里面也不是讲的嘛，就是宁会犯失罗不是坏这个真见啊，就不坏真见，因为失罗生三聚这个真见呢就是得涅槃。就这样以后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些就比如说世间真见呢，就是如果坏的话呢，他就从此之后再也不会行这三法的。如果我们世间的这个戒律啊，
就是戒律犯了的话呢，就如果他的见解没有坏坏呢，他还会忏悔的，还会不断的这个修持这个善法的。而且呢，就是讲所谓的这个戒律呢，本来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它是一切这个万物的这个根本的大地一样，就是一切功德之本。但是这个戒律呢，毕竟是能产生到善趣的一个因，而我们的这个见解呢，如果没有坏坏，就依靠它呢，就是可以建立出世间的见解，然后在这个上面呢继续修持的话呢，能获得这个涅槃的。因此呢，这样的这个见解啊，就是始终都是不能这个坏坏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要有个出世间见。出世间见呢，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断除这个四种颠倒的这个见呢，四种颠倒的见呢，大家也是应该知道的，就是人们把这个身体呢，就是执着为是这个清净的，让感受呢，就是执着为是这个快乐的，而心呢，就是执着为是这个常有的，而法呢，就是执着为是我所的，就是这叫做是所谓的四种颠倒啊。四百论的前面的这个视频里面呢，就是也进行剖析，就是要这个分析过啊，就是分析过，就是这四种颠倒。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其实人们所知道的、认为的这些呢，就是都是颠倒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通过这个智慧来观察，就是最后呢，知道是这个实践当中的所有的感受呢，都是不超离就是三大这个痛苦苦苦、辛苦、变苦。被三大痛苦呢，就是所折磨着的这种人生呢，绝对不可能有真实的这种快乐，只不过是暂时显现上呢有稍微就是有一点就是快乐就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谁就是有一个人说他跟那个家里的人这个吵架，就是吵架以后呢，他完全就是懂到了佛陀说是万法皆苦的道理，说的。然后那个没有吵架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很快乐的，就是后来呢，有些是这个违愿也是变成随愿的，就遇到了很强烈的痛苦就马上就已经开悟了，就是所以如果真正是懂到了，就是一切感受都是痛苦的话呢，我们也是想吵架。这样这个吵架，通过吵架也是懂到了，就是一切感受都是痛苦的没有这个安乐的。还有呢，我们这个一切法，就是一切有为法，皆为这个无常的就是像这个春夏秋冬也好，年老年幼也好，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呢都没有这个停留在第二个刹那的。所以呢，我们也应该知道是指第二法是就是无常的就无常和痛苦这两者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世间的名言当中的就是两个这个身法就是身法。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实践当中不管怎么样这个执着实际上呢就像没有这个外道所承认的那样的这个主宰就是一切的像大自在等等为主的这个我，然后佛教和其他宗派所承认的所谓的这个色四处的无蕴的我的这种这个体系呢，就是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呢，也就像施女的儿子一样，绝对不成立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法，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空性的就是空性的，或者说是身体是不清净的。那么身体呢，我们也知道是不管表面上看的是非常的这个美丽庄严非常这个就是让人这个吸引的，但实际上呢，你如果剖析，你如果真正去这个一一的。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人的这种内脏呢，只不过是就是36种不清净的物质构成而已。除此之外呢，没有这个丝毫的真正的一些这个清净之分。这样以后呢，通过就这四种就是观察以后的话呢，我们相续当中能生起来真正的四念处而实践当中的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众生呢，他们呢就是并没有观察，就是没有意念，就是这个道理。这些众生呢，就是可以说是被这个四种颠倒所迷惑，真正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是永远不能解脱的最大的这个罪魁祸首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四种颠倒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把这四种颠倒呢，也是这个分析的比较这个细致的。如果我们真正懂到这个道理之后，再继续修持呢，虽然是时间很短暂，但是呢，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门峰仁波切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一些人在这个贪
贪执群，就是贪执群，就是以贪执的这样的短短的时间当中呢，观修啊，就是诸行是无常的，诸法是无我的，空性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无常、空性、无我啊，就是四种正见呢，短暂的去这个修行啊，也就是贪之间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在佛经里面说是这个功德啊，就是胜过就是一切就是无量无边的啊，就无量无边。所以我们平时啊，就是贪之间的这个观无常，贪之间的观这个一切都是痛苦的，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困难的。因此呢，非常这个希望就是大家都是应该要修行。如果没有这个修行的话呢，我们的怎么说啊？就是凡夫人呢，就是一直是在这个无明愚痴的无云密布当中呢，就是不能就是逃脱出来。我看今天我们有些道友就是在这个讲考这个入众论的时候呢，就是也解释了有一个颂词呢，我觉得很好的，就是时有时有后者通出隐故真究竟颠倒现，就是那个宗旨啊，就刚才好像最后一位吧，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非常深厚的愚痴呢，就像相当于是这个就是非常这个弥补的乌云一样的，就是弥补的乌云一样的。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这个四种颠倒的乌云呢，就是已经覆盖着我们的这个佛性，而我们所看见的外面的这个色身相位也好，所有的这些对境的话呢，全是颠倒现的啊，就像是有眼病者呢，就是看的这个毛发，就是有单病者呢看的这个白色的、黄色的这个海螺一样的，没有真正的看见，就是本来不清净的身体呢，你看着为是这个清净的身体；本来是无常的东西呢，你看着为是它是成有的。我本来在这个本体上也是没有存在，而反而呢，就是认为是我存在。这样以后呢，在我们这个轮回当中一直不断的这个漂流。一旦我们真正是通达了一些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什么回入破除、诸迷暗智者道空即解脱吧，就是也是这个入众论里面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呢，就像是这个眼光一样，就是它就破除一切愚痴的这个黑暗。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你会通达这个空性。这个通达空性的时候呢，完全都是在这个轮回的这种迷茫当中呢，就是得以解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不像现在一样，就是每天都是以这个通过那个上线、那个忧处啊，就是种种的这种烦恼和折磨交织在你的这种相续，而不断的这个感受种种的这种是什么这个悲伤啊，就是不会有这样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就像这个诸佛生者一样，就是完全是解脱。虽然你这个现象上呢，不一定可能就是以生者的相，就是你的这个形象呢，就像一些密法里面所讲的呢，还显得是人相，还显得是一般的众生相。可是你的这个心呢，完全都是已经这个解脱了。因此呢，我们这个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这个修行这四种这个正见，也就是说是这个四正念。这四正念呢，就真正我们要这个修持的话呢，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希望这个在座的各位啊，其他的有些法呢，就如果你实在是不会修的话呢，我相信这四个正见呢，没有什么不会的，万法都是无常的，一切感受都是痛苦的，我确实是不存在的，万法都是空性的。这些道理呢，以瞬间以贪执见呢，没有什么不会的。所以你这样的功德呢，不是别人说的，是佛陀说的，没有人不接受的，一定会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有一些功德呢，我们现在是看不出来。我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就像我们在孩童时代读书的时候呢，那个功德我们当时呢看不到的。老师让我们好好读书，有很多功德，但是当时我们根本不发觉的。最后我们现在成了大人的时候呢，我知道原来我在那个10几岁的时候读书确实是有很大的利益。如果我当年没有读书的话呢，我现在连字都不认识。所以我们现在有感受的。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都在读书的时候呢，我让我们就是修这四种正念呢，不一定是就是马上能感觉到就是他的这个功德，但是一旦呢，就是我们这个离开这个无欲呢，离开这个烦恼的时候呢，会现前胜果的，这是这个迟早的这个事情呢。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会知道是就是诸佛圣者们的教言的话呢，始终是不虚的，不会起火的。真正是当年呢，因为我依靠这个善知识和正法而精进的这个心智三法，所以呢，就是如今有了这样这个超离轮回的胜果。好，今天讲到这里。
Sonundai Tanche Rupanya Tonani Dejana Dashi Jirgama Jirama Chupai Chutun Sonen Dwajasya Banjarangara Banna Asadarda Banjarangara Banna Asadarda Banjarangara Banna Asadarda